大家好，欢迎回到701探员频道。然后这期视频照样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观点讨论类型的视频。我们翻墙的一些观众啊，经常会刚刚上 YouTube 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对中国的现在的政治有意见的自媒体的一些账号吧。他们的视频呢，其实我发现很多视频，我个人就是在这里得罪一下他们，他们很多都是赚情绪挑动的那种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首先呢，你们就会发现他们经常用一些就是不能说莫须有吧，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确实现在是这个整个集权社会下确实很恶毒、很有问题，对人民非常有残害性，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经常去编造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就算是去讨论如何改变当下中国这个现状，我们也得去就事实来说话，就事论事。不能去编造一些什么莫须有的事情，去炒一些什么就是没什么意思的玩笑。当然了，你要是说那种就是苏联笑话那种类型，我倒挺支持的。我为什么支持这种类型呢？因为这种类型，我觉得它其实在某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一种对独裁的权利祛魅的一个作用。但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哈，他们是带自己目的的，典型的就是法轮功的这个媒体。轮媒嘛，轮媒他们经常是说些什么？说这个过几天呢，这个当今的这个圣上独裁者他要下台了，然后或者说过几天这个中共就要下台了。其实他总是说这个中共下台哈，其实我翻看了一下他们的视频哈，从10年前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这么说，一直在这么说，每一次的视频都在说，好像是第二天这个整一个什么中国共产党这里完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很没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第一带有自己的，他们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轮媒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开一个新视频去探讨一下我的观点。第二就是我今天要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我第二点，就算他下台了，就算这个中共他下台了，还有这个当今圣上他哪怕是挂了也好，继了也好，然后突然政变下台了也好。就算这两个东西都下台了，但是中国一直以来这种问题，难道就能一夜之间解决吗？我来先说明我的观点，不行。打个比方，就是我小时候哈，我小时候就是刚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那个地啊，非常坑坑洼洼，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跑得太快，然后摔了一跤，这个右手摔骨折了。到现在为止，我的右手它那个写字啊还有不便，然后那个关节哈，它还有这个弹响，它还有这个后遗症。就是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你想想，有一些人他一些病啊，大病初愈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多后遗症的，他身体还是很虚弱的。那么人是这样的话，我们再类比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哪怕是现在啊，第二天、明天或者是1个小时过后，这个整个中国发生了一个大政变变局，或者是那位他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疾病产生啊，突然挂掉了，但是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因为为什么呢？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还会出现一种更混乱的现象。首先是这个党内有很多这个派别，你像这个团派、二代，还有这个一些太子党之类的，他们首先之间会夺权，然后更别说军方，他们里面也有很多派别，还有就是这个各个地方，他们也有很多派别。你想想，偌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各个地方他们内心没有点自己小九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当然哈，不是说他们那些地方有小九九，就是说他们会开启什么民主政治。相反，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呢，可能他们就算是独立的话，可能也会搞成一个独裁政治。说句实话。所以就怎么说呢？就是说，哪怕是现在这个政党他下台了，然后这个当今的这个独裁统治者他突然挂了也好，继了也好，下台了也好，也很难的，就是在一瞬间把这个整个中国这么几千年来积累的这么一个官本位的这种权力思想，以及渗透到民间的各种衍生的很多思想，比如说在教育界里面就是那种绩优主义和应试教育，还有在教育里面把这个学生当犯人，然后监狱式学校这种思想，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也是那种权力化的思想，力量的力哈，权力化的思想。这些是很难改变的，还有一堆东西很难改变的。
而且这些也不是说一个政党所带来的，也不是光说是一个政党它独裁化这个统治所带来的，它跟这个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最近我看到的就是一些这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些我觉得讲的还不错的视频，我在这里也推荐一个，就是我挺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吧，也是跟我一样现在在墙内的，然后他也是这个对当局有一些意见人士的，然后跟我一样是学艺术的，叫安正明，我挺喜欢这个 YouTuber 的。当然，他人长得也是非常好看，然后他的主要是他的观点，有些确实有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他这个博主呢，我也就是 YouTuber，我也介绍一下，就是他主要是讲一些关于这个，欧洲启蒙思想，还有就是艺术上的启蒙，还有哲学思想上的启蒙这些的这个书籍的推荐和讲述，以及他的个人的观点。还有就是他在一个帖子里也说的，就是说自己是精神希腊人嘛，可见他对这个思想启蒙，还有启蒙运动时期的那个文艺哈，包括在他视频里我看到。我觉得他对这方面其实是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一定的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安利一下这位 YouTuber。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话，就是我为什么提到这个 YouTuber 呢？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启蒙的一些这个观点跟我是就是也很像的，就是我对他的一些观点是持很赞成的一个态度。比如说，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它缺少一个就是启蒙思想运动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每一个人他的思想要启蒙，他不是说不是说这个换一个政党这么样的事，也不是说这个我放把火打打杀杀，像张献忠那样的之类的人，或者像黄巢那样的人，什么打进长安呢，这样一系列的事情，他不是缺这个东西。现在主要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最缺的就是像西方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就是主权在民，每个人民肩负起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有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自由的时候，启蒙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不说这个时候就完全启蒙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其实启蒙运动，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哈，启蒙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思想是在不断进化、不断升级的。启蒙每个国家现在都还在进行这种就是启蒙的中期阶段吧，中期阶段，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这个民主包括民主自由思想也是有待完善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说我们首先是得跟紧这个就是全人类的这个潮流吧，就是包括也不说潮流，就是跟紧这个一个向前发展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要主动的向前发展我们这种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突然停滞一下，因为我们会受到当下的很多的这种就是当下的现实因素也好，还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思想因素也罢吧，然后就是可能会产生一点停滞不前的这种暂时的现象。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停滞不前也比倒退好，就是停在中间也比你往后走好。现在整个中国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就是完全在往后走的，我个人在认为，完全是在逆着历史的车轮去走。所以说呢，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光是那个上面独裁者逆着车轮走，我们就打个比方嘛，现在如果美国他想这个逆着车轮走，这个特朗普他想逆着车轮走，那我觉得成功率还是很低的。为什么呢？第二修正案在哪呀？第二修正案，人民有这个持枪自由啊，持枪自由可以自卫啊，而且也可以反抗政府啊。人民手里虽然说那个枪和那个国民警卫队那些军队那些啊，相比来说啊，那非常小，但是好歹来说，那也是把枪啊，那也是一个可以让这个政府如果想独裁的时候，让政府冷静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目前来说啊，刚好说到这点，中国人目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原教旨这个马克思主义也说了，说这个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吧。其实这句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我们以目前来看，其实最大的问题，我刚才说了，还是说人民他现在所有人哈，没有自我的一个启蒙的一个自由的意识。就打一个真实的例子，你会看到哈，就是在那个哪怕是教育的那个一些相关的视频底下，在国内的 B 站上教育的视频相关底下，
还有很多人，他们还只是局限于说不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制度和什么这种变态的这种负担的考试制度，仅仅只是说去在其中，只是说在其中表面去改良，就像是这个怎么讲呢？就像是打个比方，一个发霉的一个面包吧，他还在考虑的问题是把那个霉菌剔除掉，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吃，而不去考虑说我们不直接把它扔掉，直接去改变。所以说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没有从根本想去改变的这种意愿，很多人都是不能说没有吧，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中国的这个一些传统文化中间的一些糟粕呀，尤其是儒家和法家外儒内法的这样一个体制，一直持续了好几千年，这种影响啊。特别是在人们面对一些不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了那种就是官本位下民众的那种思想，就像什么有一个于成龙一样的官员，一个海瑞一样的官员，这样的一个父母官、亲官。对，你看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们还是称这个衣食父母官，他们还是觉得官这个东西，他是父母，他是高于自己的，而不是说跟自己一样是平等的一个，就是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民众。更别说有纳税人精神啊，就是说我掏钱养着你这个官，反而从某些方面来说，官其实是儿子官、女儿官，而不是说是父母官，民才是父母民，人民才是这个官员的父母啊，这扯远了哈。就是说，很多人他们遇到不公的事情，他们还是去选择说，想有一个这么一个青天大老爷自上而下的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手上有个东西也好，然后我们自己为了自己权利也好去斗争，或者说我们手上有个东西能让政府去不去那个就是良心的做事啊，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能逼着政府不敢去那个昧着良心做事。对这点，目前来说，中国人很欠缺的这点，我个人觉得很多的中国人很欠缺这点，自下而上的这种民主思想和这种为自己做主、为自己的自由做主，而且这个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而是说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和我想反对什么可以不再受人身安全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去反对的自由。当然哈，这点很多小粉红看到这里就会说这个美国它这个有些打击政敌的时候啊，也会说什么用那种不择手段的方法，还有一些西方国家，这点确实我们得承认。就怎么讲呢？我之前就说过了，这个民主自由它不是说是一个国家的专利，包括在现在欧美国家，哪怕还有或者说亚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韩。现在都还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他们统治阶级还存在着问题，所以说他们也需要继续去革新，他们也需要继续去人民就是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继续革新。而怎么讲呢？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日本的这个普通民众啊，他们有一个意识，我觉得是比中国人，我们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就是他们的强烈的纳税人意识。他们就是直接敢去跟警察叫板，说这个我出钱养着你们这群警察，我是你们的纳税人。包括他们有一段时间还敢去游行，去反对这个就是提高这个一些国家公职员的工资吧，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税金很高了。详细的可以去看一下我有一期讲这个我认为现代日本出现了一些问题的那个视频，它里面就我也说了，现在的日本人他生存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有时候税金特别高嘛，就是他的这个税收啊税金特别高，所以说呢，日本人这个纳税意识啊，我说实话，当时我看到真的是把我震撼到了。虽然说日本它其实还是处于有种带一点点集体主义的社会，但是它这个纳税人意识其实已经在向这个就是人类的这种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启蒙运动实现这种思想，已经可以说是做到了一部分了。相较于中国来说，真的是比中国做得好很多。就是他们的这个人民的意识，应该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去学习的。
包括怎么讲呢？包括这点我也再多说一点哈，就是我在国内也打过就是便利店的工，然后我在日本也打过便利店的工。首先第一点就是时薪是真的是日本的比中国的要高很多。第二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些打工人的这个保护啊，这个就是劳动时间的保护、劳动时长的保护以及权益的保护，日本做的非常完善。相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做的确实很完善。第三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日本哈，确实是很少人会去对你这个职业有什么歧视之类的，就是会瞧不起你在便利店就做一个这个员工，真的不会有人去瞧不起，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在日本做便利店哈，就是你哪怕只是个高中毕业，你都可以去打工去做，哪怕你是在读高中生，你都可以去做，就是起码给了人一个可以基本活下去的，就是一个谋生手段吧。而且他们这个便利店就是很多是自动化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快就能学会。你像我这种母语不是日语的这个外国人，我都能在3天之内我就能把那个操作什么的全都学会。你说他们这些母语是日本人，那学得更快了。真的是，这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中国当今的这个政府也得学习。当然，现在目前来说，中国这个政府可能不，我感觉是不可能去学习的，因为出于这个人口啊、经济啊、国土啊，毕竟日本它还是国土比较小，它还是偏向于那种海洋文明、小国寡民的那种政治。它整体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包括这点我也提一提啊，就是每个国家它政治也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要综合到这个经济、历史还有这个国土各种问题。所以目前来说呢，总结就是说了这么多废话，总结就是说，目前来说中国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第一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换了哪个政党，然后下台了哪个独裁者领导人就能一夜间变好的问题。相反，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突然出现一个政变哈，他下台了，或者这个政党他突然跑了、下台了、倒台了，他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动乱。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还是得要自下而上的每个中国人，他需要有自下而上的经历成这种自我的一个思想启蒙的一个过程吧。想当年这个中世纪在欧洲持续那么多年，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在西方的那些人类。欧洲那些人类从中世纪的阴影脱离出来，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大的时间，还有很多牺牲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总结来说，就是说我们，哎，有时候我就是说到这里，我就会词穷，就是说我们整体哈，要从整体的去看，就是怎么讲呢？当前来说，包括我自己的思想方面，我也还需要继续启蒙。然后包括整个国家方面哈，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说下台了哪个人就能够变好怎么样的事情。反正总归来说，就是说看一些 YouTuber 那些视频啊，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还是得保持自己的一些看法。保持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说不要去单一的去看问题，不是说一下台就怎么样就可以变好怎么样。怎么讲呢？其实有很多话说不出来。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其实对未来其实不太乐观，真的，我对未来不太乐观，因为毕竟5000年啊，起码来说，中国的官方叙事里说5000年，5000年这种被这种外儒内法和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糟粕的文化影响持续了5000年，真的很难的去这种病症以后的后遗症呢，毒害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包括我现在，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很多事情也是还是被这种东西毒害着的。找时间我也可以聊聊我自己的一些事情。真的，我对未来真的挺悲观的，而且这里也跟各位订阅者和观众说一说，有可能哪天我的频道不播的话，就有2个情况。第一个可能是又二进宫被找去喝茶了，然后可能是整的火太大了，被当今政上发现去找去喝茶了。第二就是可能我自己了结了，因为我对未来其实，我说实话，我个人不抱希望，我个人很悲观，不抱希望，真的真的。这一视频先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也感谢各位的订阅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